是翻翻这些年的日本动漫人气排行榜，03年是 C 的元年，无论是作品还是角色，甚至是歌曲和声优，都是图榜的架势。你看看以扎克什么边角料角色都能排第6，嘿嘿，不愧是我最喜欢的角色啊！04年钢炼来了，凌波丽也杀回来了，但 C 的角色依然是名列前茅。05年 C 的 D 问世，4大天王继续霸榜男女角色榜单，连那在中国互联网上人见人嫌的飞鸟，以及他的配件史黛拉和露娜，那都榜上有名。可以说那会儿的高达剧是真的风光无限。那么问题来了，既然 SEED 的人物塑造这么失败，为何当年的人气投票中关注阿利亚、托尔和卡兹这几个人呢，都是就读于赫里奥波利斯工业学校的学生？而赫里奥波利斯作为中立国奥布的卫星殖民地，是以开放的心态同时接纳自然人与调整者的，所以身为调整者的吉拉能在这里交到赛等一众自然人朋友。而此时的吉拉突出一个小隐形人的感觉，当别人打情骂俏谈笑风生的时候，吉拉都只是在旁边当一个静静的美男子，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他那算是不错的编程技术吧。可能有的人好奇了吉拉不是最强调整者吗？按理说在这种自然人为主的圈子里边，应该是学习成绩龙傲天的存在确实吉拉的身体条件是允许他龙傲天的，但怎奈这会儿的吉拉已经是懒癌晚期了。相对来说赛虽然是一个自然人，但由于其做事稳重，也非常懂得为人处事，能力本身也不差，所以呢，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学生中的焦点。根据官方小说的描述，赛其实一直是以大哥的感觉来带着吉拉的，这一设定也为后面赛的崩溃埋下了伏笔。托尔是吉拉的铁基友，也是几个人中与吉拉关系最好的，有点类似悟空和克林的关系，因此托尔祭天的效果也是不言而喻的。而米利亚利亚作为托尔的女朋友，则是略带社牛属性，为人活泼善良，交际面也很广。这也是为啥第2季她有能力把吉拉、阿斯兰、卡加利一行人凑一起攒一个局，重回大天使号时呢，也会像团宠一样惹大家喜爱，可以说是天生当 CIC 的料子。弗雷则是一行人中最不安定的因素，简称祸乱之源吧。作为大西洋联邦事务次官家的大小姐，同时也是校花的她，有一项非常强大的技能，那就是总会与伙伴背道而驰。当大家感激吉拉为保护他们而被迫上战场时，她会忌惮吉拉调整者的身份；当大家为了不让吉拉孤军奋战而自告奋勇当义务兵时，他却在舱室里面埋怨传太陡；当大家犹豫要不要离开战场时，他却站出来发表了段动员演说；当大家为了生存齐心协力奋勇作战时，他却搞起了破鞋。这也是为什么弗雷会在前期这么讨观众厌恶的原因了。相对来说，一行人中还有一个小透明，那就是卡兹。其实严格来说呢，卡兹只是赛的好朋友，跟吉拉并不是特别熟，只不过因为遇上战乱，被迫跟吉拉他们上了贼船而已。卡兹算得上是一行人中胆子最小的，也可能是最接近绝大多数观众的。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能做到托尔他们那样处变不惊的，属实是非常少见了。也正因为他胆小，而且在面对调整者吉拉时呢，会有自卑的心态，因此他在偷听到吉拉与敌人相识时，会对吉拉有所防备。不过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军方，而只是跟小伙伴们叨唠了一下，也算是够朋友了吧。最终卡兹也是在大天使号脱离联合军掌控之后，就选择退伍下船了。毕竟他是全程目睹了战争让曾经的同学散的散，亡了的。说起来，如果要说高达 SEED 的人设有那么一丁点成功的地方，那应该就是同学组这一行人了，因为他们是以平民的身份投入到战争之中的，因此更能让观众找到共鸣。在此基础上，通过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也让观众们一下就明白了 CE 宇宙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这就不得不再提一嘴大功臣弗雷了，正是有他的存在，才让大家意识到自然人对调整者那深入骨髓的恨是有多么可怕。其实不单是弗雷，就算是赛他们也会有意无意间说出会伤害吉拉的话语。而弗雷的爹被养了以后呢，精神开始不正常的他，也让我们看到了战争中没有力量却有野心的人，在迷失了自我之后会做出多么没有下限的事。如果说弗雷好歹是先跟赛提出了分手才跟吉拉在一起的，也还算说得过去。那在这一路上接受了吉拉的保护与照顾的弗雷，却在吉拉失踪后立刻找上了赛，以为赛会理解自己不过是逢场作戏时，那这个人就真的是无药可救了。对于吉拉来说，弗雷的步步紧逼使温柔善良的他
可以对所谓的敌人痛下杀手，也使与人为善的他能在昔日友人的面前摆出自己是调整者的姿态，并做出最伤人心的事儿。而对于赛来说呢，弗雷的背叛让他感受到了身为自然人的自己与调整者是存在着多么大的差距，也让他醒悟一直以大哥而自居的他是多么脆弱且不堪一击。就像很多人调侃的那样，如果按照真正的狗血剧发展，赛应该直接黑化，跑去当个强化人什么的，那才叫狗血呢。而 C 的这部剧呢，却没有狗血到那个地步。赛终究还是成熟且聪明的人，他没有将过错归咎于被夫雷带偏的吉拉身上。反之呢，在看到夫雷为了与自己恢复关系而恶意诋毁他与吉拉之间的感情时，赛则是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夫雷的示好。いい加減にしろよ。君はキラのことが好きだったろ？違うわ。違わないさ。因为对于他来说，如果夫雷真的是因为喜欢上吉拉这个人才抛弃了身为婚约者的自己，那就是男女感情之间的事儿，没人能强求。但夫雷却摆明了，他就是看上了吉拉的能力才背叛了自己。而当吉拉一消失，自己又成了备胎首选时，这就是对他的能力以及人格上的双重否定了。又有什么理由原谅这个疯女人呢？说起来啊，在后来官方后补的设定中，有赛和夫雷是指腹为婚的说法，似乎啊就是想进一步削弱夫雷与赛之间的感情，增加吉拉与夫雷在一起的合理性。官方什么用意，相信不用我多说了吧？就是一句话，恶心。相较于吉拉、夫雷、赛这边着重描写自然人与调整者差距的戏码，托尔与米利亚利亚那边则更是侧重于描写战争的残酷。作为吉拉最好的自然人朋友，每当吉拉会受到不公待遇时，托尔都会第一时间站在吉拉身前保护吉拉。同时呢，他也是一直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分担吉拉在战场上所遭遇的苦难。因此啊，当他发现自己能够驾驶空霸时，尽管知道自己只能进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支援，却也义无反顾的选择上战场辅助吉拉。也正是这份愿意为朋友出生入死的友谊，使吉拉对托尔的牺牲感到无比愤怒，甚至会对自己的发小兵刃相向。而米利亚利亚这边则可以视为是夫雷的对照组，同样是因战争失去了挚爱的人，米利亚利亚也恨过，也疯狂过。但当他看到夫雷做出比自己更疯狂的事时，米利亚利亚却出手阻止了悲剧的发生。可能很多人好奇啊，前脚还是他自己想剁了调整者呢，怎么换夫雷开枪就不行了呢？我看了一下官方的小说啊，结合我个人的理解，大概是这么个感觉。米利亚利亚一开始确实是想杀了迪亚哥的，但是当他回头看到举起枪的弗雷时，则像照镜子一般看到了现在的自己，那充满憎恶、仇恨以及狂躁的面容，明明都曾是文弱的小女生，如今却要随意夺走他人的性命。正是意识到了这件事的可怕，他才阻止了弗雷的进一步行为，目的不是为了保护迪亚哥，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弗雷，以免成为真正的杀人凶手。所以换句话说，弗雷无意间又成了大功臣，保住了迪亚哥的性命，还是米利亚利亚没能脏了双手，深藏功与名啊。总的来说，吉拉这几个小伙伴虽然戏份算不上多，弗雷除外啊，但人设呢却都是相当饱满且立体的，甚至在向观众传达 CE 宇宙世界观以及战争的残酷性方面表现的都是非常出彩的。这也是 C 的前期的故事之所以能扣人心弦的原因之一。这几个角色如果说有争议的话，那基本就是集中在夫雷身上的，因为他的自私自利、出口成脏、脚踩两条船，还忘恩负义。可这种人放到现实中还真是一抓一大把，因此有的人会觉得他烦人，有的人会觉得他真实。所以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艺术源于生活。正因为这个角色映射了太多现实，所以才有被争议的资格。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放到大天使号上的军人们身上。说是军人们，其实主要就是舰长马流、副舰长巴基露露以及王牌驾驶员木叔三个人。其他的像只卖艺不卖身的神舵手，以及偶尔出来捧哏的整备班大叔，戏份就确实太少了。作为舰上少有的靠谱成年人，临危受命或者说赶鸭子上架的三个人，要一面故作镇定的带领一船人走下去，还要一面不断自我调整，保证船内外所受到的巨大压力不会向下传导。为什么说是船内外的压力呢？因为外界压力有来自扎夫特追兵的威胁，有来自欧亚联邦的勾心斗角，也有来自高层的算计，而内部压力主要就是来自马流与巴基露露之间的意见冲突。作为深度参与到这系列计划的技术军官，马流本职就是大天使号上的副舰长，而从其能够让强袭高达顺利走路，
还能进行格挡这一点来看，估计训练训练当 MS 驾驶员也是没问题的。要知道木叔嘴里的那些测试驾驶员连走路都未必走得顺溜，再加上其一上来能和扎夫特士兵枪战还不落下风的战绩，可以看得出啊，马流是个作战及技术水平绝对够硬的军官，这是他作为军人专业的地方。可偏偏马流本人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在战场上总会以人的性命为优先，这一点呢就与军人世家出身的巴基露露有所冲突了。作为从军官候补生时期开始就成绩优异的巴基露露，可以说是把该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军人演绎得非常到位了，一切以军队的利益为最优先，也会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而正因为他与马流的做事方式有所冲突，加之他略显死板的性格，所以剧集前期啊，他与傅雷一样都成了大天使号上的麻烦制造者。毕竟声优都是一个人，也算合理啊。有人可能好奇，舰长和副舰长成天吵架，这队伍能带好吗？来看看二人的几次冲突吧。巴基露露擅自将拉克斯作为人质，马流默许了。巴基露露越权同意吉拉出击，马流虽与其发生争执，却也没下令让吉拉不许出击。巴基露露想在地球圈内使用洋电子炮时呢，马流则是以命令的口吻阻止该行为。对此，巴基露露也未曾争辩什么。吉拉和托尔在战斗中行踪不明时，马流本打算迎战追击的敌机，增加搜索时间，而巴基露露则一人稳定住整船人的情绪，下令撤退。二人虽然理念不同，但这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互相弥补下来，所做出的决断反而每次都是最优解。其实两个人本来啊也不是什么极善极恶的简单人设，马流善良归善良，但吉拉他们接触到军事机密以后，也不会让他们轻易离开。巴基露露刀子嘴归刀子嘴，但日常生活中呢也会流露出温柔的一面。因此二人虽然矛盾不少，但马流也是打心底认可巴基露的军事素养，而巴基露露呢也从马流身上学到了很多为帅之道。只可惜啊，在最终决战中，如果以马流的视角来看，木叔确实是巴基露露所杀的。随着主天使号的沉没，二人解开误会的机会都没有了。说到这儿啊，就不得不说说木叔了。他是最强自然人的继承者，是大西洋联邦的王牌机师，是地球联合军的交际花，是吉拉的人生导师，是克鲁泽的儿子或哥，是舰长的职场性骚扰者，是军纪法条圈的下水道，是连接洋电子炮的纯爷们儿，是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男人。穆拉弗拉加可以说是 CE 宇宙中的风暴之眼，基本上是个有名有姓的角色都能跟他扯上点关系。但凡他再年轻个10岁，这剧啊都得让他来当主角。作为一个能驾驶 MA 打爆好几台 MS 的男人，地球联合宣传部高低每天都得给他磕仨头，感激他有挽回颜面之恩。我们来换算一下啊，当时扎夫特的金恩对联合 MA 是1:5的战损比，而木叔则是驾驶 MA 一场战斗击坠了5台金恩，也就是说一个木叔等于25个联合一般驾驶员。这主要归功于他的高级别空间认知能力，简称高空认。该能力可以让驾驶员自由地使用浮游炮类武器，而且要知道整个 CE 宇宙基本上所有角色身上的高空认都多多少少跟木叔的家族有点关系。严格来说是跟他爹有关系。别看木叔这么厉害，在他爹的眼里边，木叔不过是个掺杂了劣质基因的失败品而已。作为 CE 宇宙最强最自恋的自然人，木爹是优生学的终极答案，集合了全球优秀基因于一身的他，却娶了一个没那么优秀的媳妇儿，而生下来的孩子呢，也就是木叔，在他看来则是完全没有继承自己这完美的血脉，所以木爹才找到当时缺乏研究经费的吉拉他爹响博士，让他开后门制作了自己的克隆人，也就是克鲁泽。而响博士也是通过这笔经费创造出了最强调整者吉拉。换句话说，木爹也算是这个世界上罪恶的源头了。不过好景不长，木爹由于对克鲁泽采取了极其严格的精英教育，导致克鲁泽叛逆心大起，一把火把木爹一家人全给扬了，只留下当时没在家的木叔。所以别看木叔在剧里边向来是一副玩世不恭的大公子性格，实际上他是一个连家都没得回的孤儿。不过幸好在大天使号上，木叔还是找到了自己的新家，有个嗷嗷待哺的懵懂最强调整者，有个胸怀大志的舰长老婆。虽然在第一季结尾时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而壮烈牺牲了，但通过观众们坚持不懈的招魂行为，以及子安5人拒绝 NTR 的诉求，木叔又在第2季中奇迹般的复活了。这大概就是偶像剧的局限性了，为了人气不得不在剧情上做妥协，原本一个描写的非常成功的角色却成了狗尾续貂的牺牲品。总的来说，大天使号上这3位成年人从人物塑造上来看还是非常立体且成功的，每一个角色都有相当多的观众所喜爱着。要说唯一的遗憾，
就是第2季木叔的强行复活。当然了，也有很多人认为木叔能够重新回归就已经足够了，毕竟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圆满结局的。接下来咱们来聊聊扎夫特的红衣小队吧，也就是阿斯兰、以扎克、迪亚哥和尼高尔。这里面迪亚哥和尼高尔的戏份其实不多，基本上是配角里的配角那种。不过俩人还都各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事儿。首先是尼高尔作为红衣里的小天使，队里的和谐基本全靠他一个人撑着，平时也喜欢弹弹钢琴什么的，算得上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了。同时其在战场上的表现也算是不俗的，该需要他扛重担的时候从不会掉链子，在生命的最后也是为了掩护队友阿斯兰而阵亡，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好队友啊。但问题也就出在这儿了，并不是说这个角色本身的刻画有什么问题，而是原版与重制版之间的改动。原版可以明显看出，尼高尔扑向吉拉时，吉拉是有向前挥砍的动作的，而到了重制版中呢，却成了吉拉向后仰，尼高尔自己往上撞了，一下从舍身取义变成莫名其妙送人头了。其实制作组会做这个改动的目的也是很明显，因为阿斯兰与尼高尔的交情很好，如果是原版里吉拉主动砍死尼高尔的，那你说阿斯兰到底该怎么绕过这个坎儿呢？原谅吉拉没心没肺的东西，不原谅吉拉还怎么搞基？所以重制版搞成吉拉不想杀尼高尔，是尼高尔自己送上门的，这不就好说了吗？吉拉只需要跟阿斯兰说一句，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是他自己撞上来的，就完事儿了，哪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这也是重制版中争议比较大的一段了，不知大家是如何看待的呢？迪亚克这边其实角色定位很清晰，就是一个嘴巴欠欠的扎夫特公子哥，对自然人的蔑视也是扎在骨子里的。可就是这么一个根正苗黑的调整者，居然在大天使号上做俘虏期间爱上了魏王人。米利亚利亚那会儿还没结婚呢啊，这么说不合适。其实对于这一对调整者与自然人的组合，大多数观众都觉得挺合适的。一个为了爱情弃暗投明了，另一个则是放下了心中对调整者的芥蒂了，甚至可以说二人的结合是一种和平的象征。不过好景不长，到了第2季俩人就分开了，原因也很现实，那就是距离。一个想继续在普兰特从军，一个想在地球当记者。虽然剧情安排上只是一对小情侣和平分手，但放到 CE 宇宙世界观下，却也有一种调整者与自然人难以性中的感觉。下面就该说说以扎克了。说到以扎克，那我可就来劲儿了啊！毕竟了解我的观众都知道，这是我在 C 的中最喜欢的角色。当然了，像我一样喜欢以扎克的人肯定也有很多很多，不然他也不会在神仙打架的2003年动漫男性角色人气榜中能拿到第6名这个名次。这个角色我觉得最大的魅力就是白毛，不是成长。他从一开始的只会喊打喊杀的愣头青，到看到逃生艇都要点一枪的癫狂期，到不愿意进行无意义杀戮的平静期，到最后战场上站到正义的那一方。观众对他的看法也从埋怨这货吼来吼去好烦啊，到怀疑这人还有没有点人性，到感觉好像三观还有救，到最后佩服他看人真准。可以说是另一个层面把先傲后骄演绎的淋漓尽致的角色了。当然了，他杀逃兵其实是平民这件事儿也会有很多人选择不原谅他。不过这就是每个人对这件事理解不同的问题了，没什么好争论的。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招人喜欢的角色了。尤其是第2季，当新一代红衣跟三小若打得难解难分时，以扎克的出现，那真是老将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在战场上看到以扎克他们以友军的身份出现，那真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全感。好了，配角说的差不多了，还剩下几个主要角色，那就是吉拉、阿斯兰、拉克斯、卡加利和克鲁泽。其实这5个人可以简单划分成2拨人，一波是吉拉、阿斯兰、拉克斯、卡加利这4大主角，另一波是光杆司令大 boss 克鲁泽。4大主角要展开聊的话，真的是太费篇幅了。可是这4个人呢，又是当年霸榜的狠角，不聊又肯定不合适，所以咱们就简单看看他们为什么会有人气吧。首先是吉拉，大体可以分为2个时期，分别是小年轻期和成神期。其中小年轻期也是吉拉的成长期，从一个心地善良的摸鱼大学生成长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战场精锐。这期间有马流的悉心教导，有木叔的耐心引导，更是离不开傅雷所付出的血与汗。其实这个阶段的吉拉我觉得是描写的最好的。作为调整者的他，在扎夫特与联合开战时都没有选择与发小一起奔赴战场，说白了就是因为他懒，同时呢也是爱好和平的。可是自打不小心上了大天使号的贼船以后，他就不得不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然人朋友而与自己的同胞兵刃相向了。当吉拉偷偷带着拉克斯离开时，赛的这一番话大家细品一下。キラ、お前は帰ってくるよな。お前はちゃんと帰ってくるよな。俺たちのところに。必ずね。きっとだぞ。約束だぞ。
此时的吉拉不仅仅是赛他们的好友，更是这艘船的救星，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大天使号没他不行。可是当吉拉见到阿斯兰后，观众们又不得不感慨，要是吉拉真的就这样跟阿斯兰去扎夫特与同胞在一起，不也挺好的吗？尤其是看到就算是吉拉的朋友也会无意间说出伤害到他的话时，难免会有些为吉拉而感到不值。但最后他还是遵守与赛的诺言，回到了大天使号上。虽然后面也发生了不少不愉快的事儿吧，可抛开那一段狗血剧情不谈，吉拉这个角色总体上还是一个会让观众同情的角色。而这一时期吉拉最大的问题就是战斗的理由，他不是在保护同学，就是在被弗雷逼着上战场杀敌。更何况不但自己想保护的朋友没保住，还要与自己的发小杀个你死我活，精神的崩溃也是自然而然的了。此时拉克斯的出现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其实拉克斯第一次与吉拉的接触也是吉拉精神崩溃的时候，只不过那时的拉克斯是用天真少女的一面来宽慰吉拉的，而第二次见吉拉时，拉克斯则是几乎以克莱因派领袖的身份来给吉拉解决战斗上的理念问题了。为什么说此时的拉克斯几乎已经是克莱因派的领袖了呢？其实这又要牵扯到舆论问题了。有不少观众看完 C 的以后都吐槽前期拉克斯那傻白甜的形象和后期政治家形象之间的变化有些太割裂了，更有甚者会列出各种阴谋论，比如说拉克斯他爹的死就是拉克斯策划的，比如说接近吉拉就是拉克斯早有预谋的。而官方也是意识到这里边确实有些东西吧，他不补个设定确实可能比较难圆过去，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个说法，那就是就算当时拉克斯他爹没死，他爹也早就做好准备自己退位，让拉克斯来担任克莱因派的领袖了。而拉克斯与吉拉的相遇，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命运的安排。恰好此时拉克斯自己也觉悟了，只有理念或只有力量都是不行的，所以改变了克莱因派一直以来拒绝使用武力的理念，变成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行动派。吉拉与拉克斯的联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虽然说一个正值壮年的成熟政客会打算把权力交给自己16岁女儿手里边这件事儿，他挺魔幻的，但要是结合调整者超高的智力水平，你硬往我嘴里边塞，我倒也是能接受吧。不过我猜90.2887%的概率吧，编剧在写这段的时候绝对没想这么多，这使得角色在细节塑造上面会经不起推敲，也导致这么多年来关于角色的争议会一直不断。但你说拉克斯和吉拉这一对角色塑造的真的那么失败吗？那倒也未必，虽然小瑕疵不少，但对于绝大多数观众来说，他俩一个是亚萨系的最强调整者，一个是人美歌甜嫁妆送高达的女神，一看见这对观众们就觉得爽，这就已经有充足的理由让大家在人气角色投票中把手中的票投给他俩了。只不过到了 C 的 D 里边，拉克斯还是那个女神拉克斯，吉拉却成了万年扑克脸了，这也怪不得观众们把更多的票投给阿斯兰了。阿斯兰这个角色，当看到他的声优是石田章时，就已经能预料到这个角色的人气不会差了。那会儿正值石田章的事业上升期，基本上有他参与的作品，那女粉丝都是一堆一堆的追过来看的。而由他配音的阿斯兰，美男的人设结合上极其丰富的感情戏，尤其是那年头刚兴起的激情戏码，简直就是当时女粉丝梦寐以求的角色设定。恰好阿斯兰的 CP 卡加利也是一个假小子性格，那会儿女观众也特别吃这一套，可以说这一对的存在就是专门为了服务女粉丝的。高达 C 的能有这么多女观众，他俩高低也得占一半的功劳。剧中这两个角色的刻画也堪称是偶像剧的典范。阿斯兰作为男主吉拉的发小，女主拉克斯的未婚夫，女二卡加利的姘头，不但扮演了前期中 BOSS 角色，还要参演经典的政治婚姻狗血剧情，还要找机会与基友的妹妹增加好感度，脏活苦活都要干不说，到了第二季还要成为扎夫特种马，被议长利用，被后辈指着鼻子骂，到最后跟卡加利的 CP 还出现了裂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惨一男二啊？不过惨归惨，他在剧中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第一季中他是调整者与自然人之间的桥梁，第二季中他是新旧主角团之间的桥梁。虽然说他有点优柔寡断，虽然说他有时表现欠佳，甚至有点受窝囊气了都，但只要他认真起来，战局基本就稳了。这么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人气能不高吗？卡加利这边，我说实话我个人观点卡加利的粉丝可千万别生气都是我自说自话我确实是不太理解他为啥会有这么高的人气。假小子性格，首先对于我这个钢铁直男来说就已经是很难喜欢的起来了。虽然这个角色身上集合了有情人终成兄妹的剧情，以及异国公主的高贵身份，但在我看来第一季中他是知道了自己与吉拉是兄妹之后，才把目光全部放到阿斯兰身上，这一点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凑合。而第二季中，先是拿傻白甜的理念跟人家吵嘴，
嘴，回家了又秒变大家族手中的傀儡，到最后也没能跟阿斯兰有个完满的结局。我个人啊，是真的不知道这个角色究竟好在哪里，可能因为我压根儿就不是这个角色的受众吧。以上都是我个人的片面之词啊，希望卡加利粉丝们刀下留情，也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来解释一下这个角色的成功之处。最后要说的就是克鲁泽了，克队怎么说呢？我觉得啊，他就是编剧根据自己笔下这个绝望的世界所创造出来的代理人。在上一期聊剧情的视频中，很多人说 Cid 最失败的地方就是没有给出一个如何才能让这个世界和平的答案。但其实我觉得啊，编剧是已经借由克队之口表达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无奈了。这种堪称两个种族之间的战争，本就是无法完全化解的。剧中这几年打来打去搞俩和平条约，看起来啊像是大家团圆包饺子了，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和平条约，明眼人都看得出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可是虽然根本问题解决不了，把问题越描越黑的人是可以解决的。就比如克鲁泽，克鲁泽的身世在刚才介绍木叔时呢已经说了一个大概了，在这里再稍微说一下后续。养了木爹一家以后，克鲁泽逃到了 Plant， 虽然身为自然人，却由于能力出众，在调整者的军队里也是混得风生水起。这里要注意啊，克鲁泽是自然人这一点很多观众是不知道的，其实他就是木爹的克隆人，基因与木爹完全相同，并没有做任何的基因操作，因此并不是调整者。而之所以他的能力能如此之强，那就真的要说木爹的基因是强无敌了。关于调整者的错误认知啊，还有一个就是卡加利，很多人以为啊卡加利跟吉拉是兄妹，又会报 C 的，所以是调整者。其实基拉是在胚胎阶段就被从母体中取出来，单独调整后在育儿箱里诞生的，而卡加利则是完完全全的自然人，从母体中诞生的。所以啊，按照谁先离开母体谁大的理论来说，吉拉肯定是哥哥，而卡加利报 C 的也和是不是调整者无关。CE 宇宙中任何人只要满足了特定条件都可以报 C 的，这是官方给出的设定啊。咱们接着说克鲁泽，由于他是为了满足木爹一己私欲而诞生的克隆人，又因为端粒过短，导致其寿命和木爹剩余的寿命相同，还必须要靠药物来维持生理机能，因此他憎恨这个让他诞生的世界，想要让这个世界毁灭。可能很多人会问，他一个疯子有什么权利审判全人类？确实，从伦理道德上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审判全人类。但是当一个疯子获得了足够的实权后，虽然毁灭人类的武器不是他亲手造的，虽然灭绝敌人的指令不是他亲口下的，可人们却早早的准备好了足以消灭自己的工具，也阴差阳错的孕育出克鲁泽这么一个疯子。他只不过是那个暗中摁下扳机的工具人罢了。正如他亲口所说的那句话，当初我看剧时啊，就听见克鲁泽在那絮絮叨叨的说着一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我整个人头都嗡嗡的。但当我做剧情解析时，再来看克鲁泽说的这些话时呢，突然发现虽然推理过程有些以偏概全，但是结论却是板上钉钉的。这个扭曲的世界，除非人类灭绝了，不然是不会停息的。哪怕是调整者灭了自然人，或者是自然人灭了调整者，也避免不了新的矛盾再次出现。也正因为如此，吉拉才会被怼得哑口无言，只能回一句如何根除这个问题，别提编剧了，你就是问现实世界中的顶级政客、哲学家，他也给不出答案呀。所以话说回来，克鲁泽作为一个实力强劲、压迫力满满，还能不被主角嘴炮降智的反派，至少在角色塑造上，比起那些只想着统治世界的工具人 BOSS 是绝对成功的多的。好了，到这里终于把 C 的第一季中的主要角色介绍差不多了，文案也已经1万字了。这会儿结束视频，把 C 的 D 的角色单独开一期，这么做没毛病吧？可是眼看 C 的新剧场版马上就要上映了，我也是答应大家在新剧场版之前带大家把 C 的回顾个遍，那就只能一鼓作气把 C 的 D 的主要角色也一起说完了。在这儿呢，也求大家动动小手，给个一键3连，给阿普回个血吧，谢谢观众老爷们了。别看 C 的 D 洋洋洒洒拍了50集，登场的新角色其实也并不多，主要就是2个团队，一个是新主角团，一个是新三小弱团队。这新三小弱团队吧，有俩基本没啥戏份，戏份还算比较多的史黛拉，平时纯洁的像一张白纸，上战场后疯的像一瓶黑墨，角色塑造略显单调了一些。而剩下的尼奥，一个木叔借尸还魂的角色，能聊的那点儿，在聊飞鸟的时候啊，也能顺便聊完。所以真正要看的
还得是新主角团队，尤其是处在舆论风暴中心的飞鸟。不过先不急，咱们先来聊聊飞鸟的配件们。露娜·玛利亚·浩克，一个一出场就把飞鸟当干儿子照顾的小灵通，一个一直以来眼里都只有阿斯兰的恋爱脑，一个亲妹妹被飞鸟捅了的好姐姐，最后居然跟飞鸟在一起了，妹妹头七都还没过完那种。其实前半段剧集里边啊，露娜这小姑娘还是挺招人喜欢的，大大方方的性格，活泼开朗的处事方式，再加上那被她私自剪短的小短裙儿，可以说是密涅瓦上当之无愧的亮丽风景线了。尤其是她和美玲还有米娅为了抢阿斯兰争风吃醋的剧情，你说她有意思吧，它其实就是个偶像剧常见的桥段，但你要说它没意思吧，当初我看的时候还老起劲了。而且中期也有露娜偷听到基拉和阿斯兰对话，从而了解不少内幕的剧情安排。就阿斯兰出逃这一段啊，怎么想都应该是露娜跟着一起跑吧，结果偏偏是平时默默无闻的美玲。虽然剧中有描述美玲通过自己的黑客技术查到了不少阿斯兰的身世背景，但会突然跟阿斯兰跑路，还是显得有点太草率了。不过有些人认为啊，美玲这是敢爱敢拼，所以反而更招人喜欢了，这个就见仁见智了啊。而从剧场版目前公布的各种海报和预热插图来看，四大主角 CP 还是锁得死死的，想看美玲上位呢，大概是够呛了啊。不过抛开阿斯兰不说，两姐妹之间的小互动啊，还是挺好的。印象最深的就是美玲试穿了下露娜的裙子，结果发现自己的腰围不允许，以及露娜受伤后，美玲不但没去看望她，还跟别人在那儿闲聊天。虽然戏份不多，但把两个人的姐妹情描写的还是挺到位的，喜欢他们的观众啊，自然也不在少数。接下来说说雷，他算得上是克鲁泽的精神传承者。根据官方给出的设定，雷和克鲁泽一样，都是墓地的克隆人，只不过克鲁泽诞生的早一些，可以理解为是不同批次的产品。而把雷带到普兰特的克鲁泽，并没有告诉他关于克隆人的事儿。这么说来啊，克鲁泽还是有那么一点同病相怜的感情在里边。雷知道自己是克隆人，其实是迪兰达尔议长告诉他的。当然啊，也不能因此就说议长从一开始就算计什么，毕竟他是基因学专家，克鲁泽和雷的抗老化药物也都是他制作的，所以告诉病人病情，他也是挺正常的事儿。只不过之后雷那扭曲的价值观，就肯定是议长一把屎一把尿教出来的。雷可以说对这个世界也是再传承了克鲁泽那洗脑的口活，小鸟可就遭了大殃了。这小鸟吧，本来脑子就不太灵光，根儿也是歪的，又来一个雷在旁边一天到晚叨逼叨叨逼叨。每当飞鸟想要拐回正轨的时候，雷都会恰如其时的出现，并把它进一步带歪。每当看见这种桥段啊，真的是不由得感叹，要是飞鸟身边只有阿斯兰没有雷，估计也不至于让飞鸟这个原男主堕落成反派 BOSS 了。因此就算剧中有体现雷在议长面前展现出放下戒备的样子，但这个角色总体来说呢，还是不太讨人喜欢的。尤其是在最终决战中，居然被吉拉三言两语就直接搞破防了，确实有些拉垮。相对来说啊，新主角团一行人中，塔利亚舰长我觉得算是描绘的比较成功的角色了。作为密涅瓦上唯一靠谱的成年人，要应对突如其来的军事任务，参与的战斗还场场都是硬仗，同时呢还要管教飞鸟这个来不来就出言不逊的小年轻，还要被议长这个老狐狸拿来当各种苦力，各种。最要命的是，大副还是个10万个为什么，有时候被问急了，连向来稳重的塔利亚都会忍不住发起火来。而且说起来，C.D 的大 boss 迪兰达尔议长之所以要进行命运计划，很大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与塔利亚之间的感情问题。第2代调整者由于存在基因缺陷，因此需要通过婚姻管制来确保第3代的降生。而塔利亚与迪兰达尔这对恋人却偏偏基因不匹配，也就是无法生孩子。所以想要孩子的塔利亚决定遵循普兰特的婚姻管制，选择与自己基因匹配的人在一起。这就使得迪兰达尔对管制这种东西有了迷之偏见，有一种既然管制能最大化的发挥人类基因条件，对于他所提倡的大胆计划，就连普兰特的市民和扎夫特的官兵都感到困惑。但迪兰达尔却不管不顾的开始将计划引入，并且议长利用镇魂曲摧毁了反对引入命运计划的地球联合2扎赫尔基地，也将目标指向了奥布等这样的强硬对策。小鸟的登场，老毕和日升还是给足了牌面的，精心设计的合体动画，悦耳动听的出击 BGM， 经典的大张一刀流，以及各种高清插画，再配上高达 C 的传统异能，
异地神插入，我记得当初上学时，几个小伙伴来我家看完第1集，飞鸟登场完，异地一响，大家都不禁长叹一口气，多么完美的节奏啊！可谁又想得到，这已经是飞鸟的巅峰了。接下来，飞鸟又展示了一串令人瞠目结舌的操作，对前作人气角色阿斯兰·卡加利，对奥布有着令许多人无法理解的仇恨，私通敌方女驾驶员，还各种双标，违反军纪还理直气壮，以钻空子的方式打败前作男主吉拉，追杀阿斯兰以及自己未来的小姨子，到最后还差点把自己的恋人都给砍了。这一通操作下来，制组是真的生怕飞鸟哪怕有一点人气啊。其实啊，要是以理解飞鸟这一前提条件来重新看一遍这个角色的话，还是能大概略懂一二的。前期他怼卡加利，无非就是抱怨你们当初非要中立，又没那个实力，搞得国民家都没了，做出那么大的牺牲，结果现在又搞什么拒绝武力的天真想法。而至于说为啥他国家没了，非要恨奥布而不是联合军，其实现实中啊也确实有这样的人。怎么说呢？就是天生的胳膊肘往外拐，自己的国家没了就骂自己的国家无能。虽然确实比较难以让人理解啊，但这种人啊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而他私下放走史黛拉这件事儿，有人拿吉拉放拉克斯来做对比，其实啊没有什么可比性，一边是强化人士兵，一边是平民，只能说飞鸟在国家与私情之间选择了私情，还恰好听信了尼奥的鬼话，以为史黛拉不会再上战场。违反军纪这事儿，毕竟扎夫特说白了就是个民兵组织，组织纲领还是由于调整者们足够优秀，因此没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全凭大家自觉，也就勉勉强强凑凑合合算说得过去吧。打吉拉这里说实话啊，虽然剧中描写的方向有点诱导大家觉得飞鸟卑鄙了，但想一想，飞鸟也没求过吉拉要手下留情吧？咱们平时打游戏不也都是利用敌人的弱点来进攻的吗？这个我倒是觉得没啥可说的。捅阿斯兰那里开始，我觉得啊就是彻底崩了，没救了那种。这会儿他就是雷的提线木偶了，大脑也基本都是雷的形状了。其实说到底，就算飞鸟有些行为，如果换个角度来解读，也能说得过去。但他在剧中各种嘴臭的方式，加上一些小人得志的行为，也确实很难能让观众喜欢得起来了。不过也正因为抛开他那别扭的性格不谈，他的行为还算是勉强能够理解，所以也会出现不少同情小鸟，甚至上升到喜欢小鸟的观众，也算是充分体现了什么叫观众的口味各有不同了。而且至少从05年的榜单来看，喜欢小鸟的观众还是不在少数的。这个角色不说塑造的成功与否吧，至少话题度这方面，大概是高达系列番剧有史以来数1数2的角色了。光凭这一点，他也不亏了。那么我们把 C 的中所有主要的角色都过了一遍以后，发现其实他们啊都是遵循着一个规律，那就是最主要的几个角色，无论角色设定出彩不出彩，但至少能聊的话题点都是很多的。这得益于 C 的有着足够丰富的世界观塑造，也有不少狗血剧情的功劳啊。而且那些相对主要的配角，虽然戏份都不会很多，但每个都在最需要他们展现角色魅力的时候，能够把自己的人设立得稳稳的，这也是最考验编剧功力的地方。我觉得这方面 C 的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直至今日，不少人都会对 C 的人设有所诟病，但换个思路，直至今日，这些角色还能唤起大家讨论他们的热情，又何尝不是一种成功呢？你就比如在一个模型群里边，你喊一句吉拉开自由真的无敌，或者啊我好喜欢飞鸟啊，你看看这群是不是一下就热闹起来了？试问高达系列有几个角色有这样的能耐啊？好了，高达 C 的为什么还火系列视频到这里也结束了。马上2024年高达新剧场版也要上映了，让我们在新剧场版的解析里边再会吧。